刚才来了个电话。吃晚饭。我多想拥抱你，这歌真的是写得太好了。上衣是有点辣，上衣是优衣库的。优衣库的啊。怎么买我这款优衣库呢？就是你就问那个店员，你说5分袖的啊，这是5分袖的，5分袖的短袖在那儿买。每个季度都有，春夏秋冬都有这款。然后你买这个枣红色就好了。点个宵夜，我没吃饭，我这不是宵夜，就特别馋这个干锅现在，但是又不能吃辣。爱我就没事帮我评论一下子我的作品，什么 QQ 音乐啊什么的。QQ 音乐、网易云评论量不够。这个群我不知道咋回事，那个群不是我开的，那个系统它自己开的，然后我取消了，它又开。就跟变态似的，我感觉他就是他自己就突然就给我整了个群。我身边人好多都不敢吃鸭头，特别是小薇啊什么的，这小薇不敢吃鸭头，特奇怪。加入歌单啊！加入歌单行啊，别出柜了，别赖我。
真的，你听我的歌，你容易出柜。我告诉你，有的深柜的一听你这个歌就知道你咋回事儿。你不在乎啊？那你应该年纪很小吧？啥时候到了北京啊？5·1之前。晚上好，你好。这已经是微辣了，但是我都觉得很辣。我这个6640平啊，我这是40平，6600，而且我这还是半年租金一起交的，他给我便宜了点，正常这个房子是6800，将近7000块钱，而且是楼梯，不是那个电梯。4刷，我没事，我自己也刷。就有的时候我没动力的时候啊，我做事没动力的时候，然后我就看我自己拍的东西，我觉得这还蛮好笑的，然后就想继续拍。在读书啊。我那个6月份要考试，然后才知道就是能不能进去。北电是不好考的，你们也知道，高考嘛。我考那个北电，不好考，我去年都考了，能考上就考，考得上，考不上拉倒。我心态已经就是蛮好的。北电非常难考。这个年纪还在逐梦，我不算是逐梦，我跟你们的先后顺序不太一样，就是你们上学的时候我没上，然后我在工作呀，在混社会呀，然后你们在努力赚钱的时候，我已经算是完成了赚钱的一个阶段了，所以我又回头去补一下自己欠缺的东西。面试和笔试没有，只是面试。但我们这个导演进修班是必须你得有作品才能去考，就是你得是相关行业里的人。
面试就比较难。我刚进入社会，我是做服务员，餐厅的服务员。我是做服务员的。怎么慢慢到现在的？就是我从小吧，就是用我妈的话说，石景山那家什么我不知道。然后那个我小的时候就是按我妈说的话，就是我这个人主意头特别正。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就我是特别内向的人，小的时候。然后但是呢一直都想法特别多，所以我长大了之后就是跟家里就有点早熟吧。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老师的理念和家长的理念都是错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相同的感觉啊？就是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我爸爸妈妈还有老师的理念都是错的，然后我就毅然决然我就不上学了。就我觉得他们就是教育方式特别有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没能力脱离家庭嘛，那我就硬着头皮，我就不服家里讲话，然后不听老师讲话。我读到初中就初三就没上了。挺有个性的，就是我觉得我的思想超前啊。我在青春期的时候，我经常分析老师这个事情，他是出发点什么，他想做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搞所以老师就管不了我啊。但是也我觉得就是也吃了不少苦头嘛。但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好像真的是我想过的人生，对，蛮自由的。我觉得我的人生蛮自由的，除了社会规则，咱们都知道你要在社会里边有社会规则，但是我真的是想做什么，然后我就去筹划做什么，就这样一步一步。我想拍剧我就拍啊，对吧？你们要知道，其实拍电视剧啊，一方面是你要有天赋嘛，但是我觉得这次要的。就你没有天赋，你有钱也能拍，你就想办法就是弄钱就好了。等你有钱的时候，有很多人是有钱了以后就忘记自己的计划了、初心了。我不是，我就是
我就攒钱，然后就做自己想做的事。现在这个年代不适合，就这个时代不适合做生意。服务员后边呢？服务员后边就是开始，就是做那个健身房的前台接待。啊，不是，服务员后边就是做管理。我的思维逻辑啊，其实就是靠那个餐饮管理练出来的。那餐饮管理你像开早会啊什么的。然后后来才做了那个健身房的前台主管，再后来就做了直播。做直播就感觉一路开挂了，就其实我觉得我真的吃到时代红利了，当然我还没有说那种就特别厉害的人。直播挣钱吗？直播有的时候挣的不是钱，直播有的时候就是流量。你直播就会有人认识你，然后你就有很多的机遇。比如说有人会通过直播知道你会写歌，然后会买你的歌，有人可能知道你在做生意，然后去光顾你的生意。有的甚至更夸张了，就是因为你长得好看，身材棒，因为你健身，然后有人就给你钱花。直播其实真正的魅力不是说打 PK， 打 PK 其实是这个年代这个时间段的一个产物。但我觉得这个阶段快结束了，打 PK 这个时段快结束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曾经跟一个央视的，就是央视的那种，也不是央视，我曾经就是有机会认识了一个导演，然后这个导演就拍那种就年代戏啊，什么农村戏啊，他是拍这个出身的。这叫什么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时间太久了，而且他也是通过那个跟我回家认识我的。然后呢，对我是那种一见钟情吧，因为跟我回家那部戏，然后他就动用身边的关系找我，
然后就找到一个算是在圈子里比较，就是还在圈子里就是有一些人脉的一个，也是一个大佬。然后呢，他们就去那个酒吧逮我，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浩浩，我跟我第3人分手了。然后我今天就经常就是在直播间就是说我去喝酒了，然后喝多了之类的，他们就以为我是去那个什么戴斯之类的，因为那些年我在北京嘛，所以他们周六的时候就去戴斯逮我去了，就觉得因为我总喝酒嘛，他们就觉得我会在戴斯出现，因为北京其实喝酒就戴斯嘛。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不去同性恋酒吧，那个时候就不太爱去，也去，但是不太爱去。然后那个时候我身边有一个我俩长得特别像的一个人，叫小错。他们以为小错是我，然后就跟小错聊起来，后来发现不是我。然后小错说：“你找白宇屠夫是吧？”后来我具体我也忘了他怎么联系上我的，然后就好像也是通过身边的人联系到我了，然后我们一起吃了个饭。2个大佬，一个是电视剧导演，一个是比较厉害的一个工作室的一个，不是公司的一个老董。然后那天吃饭的时候是中午吃饭，然后有5个人，那时候还有灰灰，我带着灰灰，还有一个小孩，就是他们通过那个小孩认识我的。然后我们5个人在那个吃饭的时候，他们就问了就那俩人嘛，那个农村戏的那个导演吧，我觉得长得不是我的菜，而且就是大概40、50岁的那种。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公司的那个老总嘛，他虽然也不是我的菜，但是明显那个老总会更有亲和力一点，然后长得更好看一点。然后他们就在饭桌上边吃边像面试一样，就给我出了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也是国际上的一些新闻，然后就问我说就问我们3个小朋友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然后那俩呢，就是那个帮我们牵线搭桥那个人就说了自己的观点，然后他们就不太满意，然后结果又灰灰也去了嘛，然后灰灰也说，然后他们也不太满意。到我这他说：“哎，那个白里你觉得呢？”我说：“这个我不发表言论。”我说：“那我不太懂，我也没关注。”就给他俩造愣了。其实我是特别反感就那种，你不是来认识我的吗？然后你好像就是一个公司一个面试一样，就是面试一条戏一样，干嘛整的那样？但是我也没表现出来。我就说反正我说的也不对，那我就索性我就啥也不说，我就说我不知道，完事儿了。后来吃完饭以后就特别尴尬的一个局，吃完饭以后那个就像相亲一样，你知道吧？他们就说：“哎，那你俩找个地方坐一坐，然后你俩聊聊天。”后来你知道我们吃完饭，他们跟我和那个农村戏的那个导演2人世界嘛，然后就说那个你俩单独去了解一下。那个人约我到哪儿？约我到旁边有一个茶室，约我到茶室，然后我俩点了一壶茶，
他就开始了，他就说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谁谁谁，然后我有什么样的作品，然后我是通过你拍的那个短剧认识你，然后因为你那个剧里边叫郭孝军那个角色，他说那个角色让你演绎的就像《红楼梦》里的那个，就像《红楼梦》里的那个贾那个叫什么林黛玉，说我那个角色像林黛玉，说我演绎的就像那个林黛玉的那个演员一样，就说我一哭，然后他就那个就是会非常有共鸣，然后说我是有天赋的一个演员之类的，说我是林黛玉转世。哎呀，我听了以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接了，你知道吗？反正他觉得我是林黛，就是觉得我应该是那样子。我说我现实当中我不是，我说我其实是个一。他说，那你能接受你做零吗？我说接受不了。然后后来他说那没事也可以交个朋友之类的。他说你拍剧啊，然后那个我可以帮你之类的。后来就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那后期就没有共同语言啊，没有导演，这样也没消息。当时好像加了微信，但是时间久，早就没有微信了。你的龙二小宝贝呢？龙二不是我的小宝贝。第二点，龙二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我们私底下不太会就是干涉到彼此，就是你去哪儿了怎么样，不太会，我不会问这些东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情生活嘛。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性取向呢？我一直都没有发现自己的所谓的说真正的性取向是什么。我就像那个芝麻里边的那个角色一样，就是我其实我不能说我是异性恋，但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意识说自己是同性还是异性，对，就是没有说那些东西，就是然后当时就是就像芝麻里边，然后就有一个就是我不是做服务员嘛，然后就有一个主管就对我有意思，就对我好，然后就开始骚扰我，我觉得那算是性骚扰。然后当然他也没有性的骚扰，就是我就知道他是同性恋，然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是有同性恋的。然后后来跟他那个就是我辞职了之后，我害怕嘛，我辞职了。然后辞职了之后，然后我就了解这个圈子。后来为什么会进这个圈子？因为你步入社会的时候，你非常的孤独，然后那个时候跟女孩谈恋爱就不太顺利。后来就逛那些什么聊天室啊，聊天室里就有人跟我聊天，然后就私底下约见面之类的，就这样，身边就有 gay 的朋友了啊。我其实到现在我都会觉得说，如果当时
我没有遇到这个同性恋的话，那我可能我就是异性恋了，对。太辣，其实也不是很辣，但是就对于我来讲很辣。现在是单身吗？对，我现在是单身。但女生是完全，你没有机会接触女生啊，而且你这么多年你都是同性，你再去接触女生的话，我觉得，第一是我没必要，二是，二是我会觉得说，可能开始了就没有办法结束了。就你开始了同性的生活，你就没办法结束了。海爷在芝麻里更适合你。我觉得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海爷的后期。如果他在这个剧里边他有后期的话，肯定他也会出问题啊，没有人会十全十美啊。能懂吗？就你们执念的一些就是难以忘记的人，你真跟他在一起，你发现也没那么好。这个叫老公的，这个老公没事你去看看病。就是他说的话，就这个叫老公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你。什么？就你真的想让我回复你吗？就这个叫老公的，就你真的想让我回复你吗？就是你说的话我回复不了。你就聊天之后，聊天终结者。你让我回复你什么呢？所以你下次聊天我可以就是忽略你，是不是？因为他说的话我没办法回啊。一直做事情很有想法和果断的人吗？是的，就是你的原生家庭可能没有那么原生家庭不长大的孩子吧，主意头都正。你看那些没有主意的人，或者说就是挺不起脖的那些人，都是因为家里管得特别严啊。我现在住的是北京政法大学的那个家属楼，我这个房东是北京政法大学的教授，退休的教授。然后呢，我那天签合同的时候就见到这个房东和他儿子了。他儿子长得非常帅，我的菜，戴着眼镜，
文质彬彬的，白白净净的。但他儿子没有话语权。你想想，这老太太是政法大学的那个教授，特强势啊，特强势。这是一定的呀。吃完了没吃饱？对啊，就是父母太强势了，对孩子其实不好。因为我来这边上学，而且拍剧啊，说拍剧应该在北京拍，就北京它适合做这个自媒体行业，深圳是没有的。下北影吗？什么叫下北影吗？北影可不能说下啊，北影是我心目中的艺术殿堂。我对北影是有无限的尊重的。现在生活充实吗？不够。我是闲不住的人，不充实。谈过几次恋爱？我谈的恋爱可能是100个人加起来的和。我经常谈恋爱。这点你说的是真话？对啊，我说的是真话呀。我什么时候都说的是真话。我直播间里什么时候说过假话？我觉得说假话的人就是没本事承受就是别人对你的看法嘛。我说的都是真话。这几天在干嘛？这几天在各种的那个北电的一些前辈们、学长们，然后就是跟他们吃饭啊，然后交流啊之类的。喝酒啊，吃饭啊，应酬啊，对，然后再弄一弄新家呀，对，是每天就做这些事儿。今天填了一下报名表，然后就
我怕空关系。新的领域，因为你们年纪还小啊，我们都活了这么久了，就活的年头久了，就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呀。蛮理性的，蛮理性的。多大？我91年的，34岁，是吗？算34岁。也不大呀，是。要是换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认识这些人，那你们觉得我这么多年是白干了吗？啊，你们觉得是我这些年是白干了吗？就但凡就是说做电影行业的人呢，就是虽然说他们可能看不上我做的东西，但做电影行业且是这个圈子 gay 的人，80%会认识我。对，80%是认识我的。就我经常参加一个局，然后他们说啊，百里，我看过你的剧啊，百里，我听说过你。前2天有一个就是，也是在北京就是北京有一套四合院的一个人大哥，然后到那儿我以为他不认识我，然后就是因为他请客吃饭嘛，然后我就正常的去就跟朋友去参加他的局嘛，然后到那儿我就特别就是就比较不敢说话，因为北京四合院啊，你们知道北京四合院是什么感觉吗？就是这个四合院可能得5000万以上的那种，然后不止5000，我就不止5000万的那种，然后就到那块儿，然后我就吃饭，然后一开始就这个大哥就挺照顾我的，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大哥可能人比较好。后来我就说那个就说，哎，你怎么来这边了？我说啊，您认识我？他说我认识你啊，那个我跟你的那个之前的老板都非常熟之类的。我说你知道我老板是谁？因为我之前不是在直播公司嘛，然后他跟我们那个直播公司的老板认识。他说啊，我们都很多年的朋友了，然后之前就听说过你。然后这大哥，然后后来就是吃完饭以后，他就加我微信嘛，就是在群里就加了我微信。他说百里屠夫你很有名，然后我就想起那个左耳，他说黎巴拉你很有名，黎巴拉，对，所以就是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其实这么多年有这么多的累积了。对，我都不知道，我可能这些年我就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可能就是这些累积的所谓的影响力啊，还是比超出我的预期的。我就现在无论我参加任何的局吧，有的人可能就真不认识，那我觉得也正常嘛，对吧？那我觉得就是我参加局里边好多人都认识我的，对。因为这么多年可能都在坚持吧，你看我拍戏，从17年到23年吧，17年到23年拍了6年，就是17年到23年，就是6年的时间。但是其实我真正拍可能就拍了五年嘛，也就拍了5年。对，现在不拍剧了吗？我不说啊。
为什么来北京嘛？因为上学，因为上学啊。你问我拍不拍剧了，我没办法说，因为我经常说我在拍，我在筹备，然后就是这个事儿又没做成，然后又放空大了那种。上多久还不知道呢，我这个考试也没考呢，我不知道能不能考上，我不一定能不能考上。有 Plan B 吗？有 Plan B，Plan B 就是去日本，对，我可能要去就是如果说这边上不了的话，我就去日本去留学就好了，智商肯定没问题，我去年反正没考上，而且他考试吧，他不告诉你哪一点没考上，因为我们是面试，对。我们是面试，然后就是他只告诉你结果，然后他就说，哎，抱歉，那个考生你没通过之类的，对，然后就也不告诉你哪一点你做的不好，所以我今年其实非常忐忑，他没有方向让我去改啊，我只能说就是去年可能自己在总结说，哎，为什么考不上？对。回北京了，不在深圳工作了吗？我一直都没有工作呀，你这一看就不了解我啊，这一看都不了解我。我什么时候工作过呀？我没找过工作，我从14年就没有找过工作了啊。我现在单着吗？对啊，我单着，单着。开酒吧也是工作，那开酒吧，那对于我来讲的话，开酒吧不是工作，那是生意，跟工作没关系。体制内适合你的工作，体制内适合你这八竿子打不着工作，没懂你这句话。你可以的，分手如此冷静，不然呢我应该哭唧喊天喊地吗？分手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分了好多次了，而且我都这个年纪了，我干嘛我要怎么的啊？我要怎么着？你绝对不会选进体制内，我怎么可能进体制内？我何德何能？你们知道体制内是什么意思吗？就我做这么多年这个同性恋的这些东西，我都进不了体制内，你在说什么？体制内是什么意思？你懂吗？人家一调查我的底儿，就是拍了这么多年同性恋片子啊。是啊，那体制内是什么意思你都不知道。你拍电影想做哪个方向？什么乱七八糟的？不知道你在问什么。你可以闭麦了啊！那个一切从什么相遇开始？你这人就是有点精神病啊！一直在我直播间里说我前任，你好像精神病你可以闭麦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主播在北京，对，我在北京啊。
我不是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我是很随性的一个人，我不算是稳定的。剧中南瓜色裤子在哪儿买的？有链接吗？那个是一个小，就是它是一个小众的淘宝的一个店，但是这个店早就没了啊，就这个店它已经没了。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也想再买一个，然后那个就是商品不存在，然后我点进去那个店也不存在了，因为他买了都是多少年的？那是22年的，现在都3、4年了。疫情期间，好多人都坚持不下去。你就好比就是我回北京之后啊，因为我是21年离开北京的，然后我25年又回来了，大概有4年的时间，然后北京的之前的记忆全抹掉了。你知道为什么抹掉了？因为北京的就是我之前去的餐厅也好，包括我们之前玩的密室也好，包括我们之前就去的那个就是逛的那个商场也好，都关了啊，就是都改了，都关了，就是都变了。所以就是这2、3年、3、4年的疫情啊，其实，哎呀，能改变好多事儿。作品里买的房都租掉了，我卖了一套房，因为我要来上学，然后上学之后就必须得把那个清空一下。就我为什么要卖房子呢？其实上学这个事情啊，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一点。上学首先我们这种艺术类学校呢，如果说你要能考得上的话，你的学费会很高，这是第一点啊，就是可能1年要十几万的，然后包括我们要拍毕业作品的话，也得这影视方面的拍毕业作品的话，就可能我上1年把这个学上完可能要50万，所以我必须得就是我手里没有这么多钱，那我必须得卖房子，然后我就把深圳的公寓卖掉了。然后深圳的公寓为什么要卖掉呢？因为我以后我要做学生之后，我就没有收入来源，我就压力也会很大，所以我就必须得把贷款给它弄完。能懂吗？就是我卖房子不光是手里要有一部分钱，另外一部分钱就是要把贷款还清，这样我就没有压力了，我就不会就是说那么累了，所以就是我就把深圳的房子就卖掉了。现在亏大了？我不觉得亏大了，谁觉得亏大了？我的房子没有亏大了啊！什么深圳的公寓亏大了？我们没亏，没有亏多少啊。别墅啊，别墅还在呀，在我家人在住。以后公寓能落户啊，关我屁事啊！因为我那个公寓吧，它其实也不算是，就公寓它有一点不好，就是它没有绿化，它不像小区一样舒服。我那个公寓就是地点好啊，因为我那个公寓就离那个深圳站就大概走路3分钟，就我斜对角就是那个深圳站，所以我那个地点是非常好的，所以就卖掉了。但是它毕竟是公寓，然后它住着不舒服。在福田吗？这位朋友我感觉你你不用在意这个东西，已经卖掉了，你不用再说了。刷了黑墙，对啊，是的。所
所以前一段时间就有人在这块诋毁我说我能来北京上学是那个是什么，就是找了一个什么建筑不是建材公司的老总，说我来上学是找了建材公司的老总，不然那个房贷怎么会还得清呢？什么上学怎么会来北京呢？对不对啊？你那套上海的汤臣一品怎么处理呢？给你了，给你了，所以房子这些东西不都还给孩子们吗？对不对？就转给你了过户给你了。没有打算去日本留学吗？我如果考不上我就去日本留学。就是北京先试着考一考，要能考上的话还是在国内嘛，要考不上的话我就去日本嘛。对，有北京的你，要考什么证吗？什么要考什么证？什么证？啥呀？这个闷葫芦，你说什么呢？直播真的很累，你知道吗？直播真的很累。好像很多想法，人生就是要折腾啊，对不对？我是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人生就是要折腾。冷幽默，就我觉得我这次来北京，我发现北京真的很卷。就是我前两天吃饭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同行的人，然后那个他们就聊，就是说他家族的公司敲钟。我说敲钟不是上市吗？然后他说对啊。我说就是他家族的那个公司上市了。我说我的天哪，我说你上市了，你现在还在考 MBA。我说哎呀，我说太卷了吧，我说就是公司上市的那个富二代啊。我就说还在努力的考各种学历，我的天。他就说敲钟，我说你们知道敲钟是什么意思吧？你们听过敲钟这个事儿吧？好厉害，我觉得北京真的太厉害了，人人都是那种就是学历拿得很高的只知道上钟。行，我看你什么职业，你知道上钟？28岁。太牛了，我就说太牛了，我说哎呦我的天，敲钟，我的天。而且就是我身边就好多就是剧组里的那些就是执行导演。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执行导演啊？执行导演就是在剧组里边就其实
就是导演告诉他，就属于导演跑腿了啊。执行导演就属于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就是大导演，就是那个就是总导演，咱们说总导演就是在监视器旁边，然后拿着那个耳机啊，然后就跟大家去沟通。就比如说我旁边会有一个执行导演，我就说等一会儿那个镜头里边那个布给我拿掉，你去，然后这个执行导演就去拿。等一会儿那个演员呐这块表演的不是特别好，你赶紧去调一下，然后执行导演就去在现场就教他怎么去演。就是执行导演其实就是总导演的助理啊，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特别琐碎的这个事儿都是执行导演去做。那其实这些执行导演就是非常非常辛苦，而且也赚的也不多。但你知道这些执行导演基本上都是从北电呐、中戏啊、中传呐，这些人就是毕业的，非常非常厉害啊，非常非常厉害，就是他们的学历我觉得都蛮好的，但是他们要去做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北京太卷了，到现在我都觉得北京卷。就北京这个同性恋的卷跟那个深圳的还不一样。深圳的卷就属于什么呢？深圳的卷就属于就是说，人人都要做生意啊，人人都要去进大厂，然后人人都要去面试一个好的高的一点的工作。但北京的普遍的就是这帮人呢，都是因为传媒，因为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啊，就是拍摄的这些东西，在北京，所以这帮人可能就是对于什么心中的执念呐、理想啊，他们是会非常非常坚持，哪怕就是自己已经非常非常有钱了，哪怕自己的学历非常非常高，但是他们会因为热爱去做。但是可能深圳的人可能更现实一点，就是大家都在搞钱，所以北京的卷是让我觉得非常离谱的卷。是不是读过编曲？对，我读过北京现代音乐学院4院，也就是音乐制作啊，我去学的那个编曲啊。但是我学的一塌糊涂啊，学的一塌糊涂。用钱弥补你的热爱，算是吧。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东西都是自己热爱的东西，也没有到热爱，但是我觉得我其实做的东西，其实比那些上班族啊，或者说那种出力的那种人要幸福太多了。直播也好啊，包括拍剧也好啊，做自媒体也好，我觉得我比一般人幸福太多了啊！我这是又可以赚到名气，然后又可以赚到钱，然后还不太累，只不过就是累脑子嘛。我觉得这行就是累脑子，不像那个大家的生活就是可以偷懒儿。我觉得你做自媒体、做影视方面你是不可以偷懒的，因为你偷懒的话，直接就是会非常明显的在你生活里边就会凸显出来。别人都在进步，别人都在有发展，就你没有。因为自媒体包括影视方面的东西全靠自觉，不像所谓的大家考个学历，然后去公司可以摸鱼啊，然后去那个什么偷懒啊、上厕所呀，就这种。北京的媒体行业是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前2天也是认识了一个优酷的一个高管，这2天饭局就比较多嘛，然后他们就说起来，就是因为那个有一个他们的朋友，然后不接电话之类的，他们就在吐槽，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那也算正常吧，人家没接电话，可能人家就是忙其他的事儿呗，或者说可能睡着了呗。
他们就跟我说一个那个执行导演，一个就是优酷的那个高管，他说你知道吗？就是做我们这行的是24小时必须得开机的。我说啊，我说你们就是晚上睡觉也没有时间吗？他说对，因为这个行业就是这样，你随时要待命。我说北京真的是太奇怪了，就是哪怕你是做到了那个就是什么高管的级别，你还是要24小时待命，只要手机响你必须得接，你必须得快速的接。北京是这样的，就是北京的传媒行业是这样的，大家都很辛苦很努力的在生活。然后我就跟小大夫说，我跟前任说嘛，我说你要来北京你都能饿死。我说就你这样的，因为那个你要是来北京的话，你都得饿死。然后那个包括就是你知道这段时间我们应酬吃饭呐之类的，我前一段时间就带着那个深圳的朋友过来了，然后深圳的朋友就说，哎，这消费怎么这么贵呀？然后对我而言的话，我觉得就因为我是从北京去的深圳，我就觉得北京的那个酒文化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深圳是没有什么酒文化的，所以深圳可能就是酒吧这个价格就是比较低，他们来了以后就觉得北京喝一顿酒太贵了。我说你们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刚去深圳的时候我的酒吧那么贵了，因为我就是习惯了北京的那种习惯了北京。之前在广告公司也这样，0至3点还要等。是啊，但是这样的工作高强压之下，我觉得头发就会很少。应该在北京开酒吧，我都说了无数遍了，孩子们，我就跟你们说了无数遍了啊，就是我跟你们说了无数遍，现在这个时间不适合做任何的实体行业，能明白的听懂的往心里记一记，我不想再根据这个话题再去唠叨了啊，我就觉得我是已经说够了。现在就起码就是未来的2年到3年之内啊，不适合做任何的实体行业，我就把话就说到这放在这儿了。为什么呢？实体行业是有个什么那个必要的一个东西呢？就是你是有固定支出的。你实体行业你意味着就是你得有门店你需要租别人的房租，无论你有没有生意的话，你每个月你固定的支出是在这儿就比如说2把刀他现在做的是那个就是刮刀的那个就是那个缓解放松的那个东西，无论说今天有没有人，你一天的房费至少是在3到5千吧。对，筋膜刀筋膜刀，我觉得你至少一天是到不是3到5千了吧，300到500吧，我觉得至少吧，咱们就是低说了啊，因为我觉得你那个房租也就是1万左右，差不多1万左右，那你就是一天至少得300块钱固定支出固定支出。没有那我就高就是估的高了一点所以就是你有固定支出你还不知道就是说没有生意的日子会就是说什么时候来，或者说怎么会来多久之类的对那它其实就是有固定支出。那你如果说赚不着钱，或者说咱们就再说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还是你对象对我想到了一个那个做脸的那个，我说怎么是对做脸的那个做脸的那个人就是你看他每天就生意比较多呀，然后比较忙但是他同时的电费也高然后他的人力支出他也高所以就是你没办法这个东西。对他没办法这个东西，所以你真正能赚多少钱
这个真的是你没办法说。包括饭店也是一样，你要控制不好支出，你的回报就是非常非常的少，甚至会赔钱。那你要不要去做？所以就是说我真心给大家，就是所有的小朋友，或者说一些就是跃跃欲试的人，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说，不要做实体行业啊，你不要在那块侥幸心理，因为什么呢？我就跟大家说句实在话，现在大家都没钱，就是都没钱，就是经济就不好啊，你上哪儿挣钱去消费去啊？固定的支出就没必要。对啊，打工比较实在，就是你们现在有工作的人啊，赶紧的，赶紧的。目前这几年都不要做吗？对，都不要做。你想做可以做啊，你就是嘚瑟，你就做呗。因为我告诉你，就是你可以不听别人的啊，但是你自己承担结果就好，你承担就好啊。你嘚瑟，你可以嘚瑟，因为人生就是在嘚瑟啊。你有这个嘚瑟的这个冲劲儿，我觉得蛮好的啊。你要太理性也没啥意思啊。你可以嘚瑟，但不建议啊。你要问我肯定不建议啊。这个月做完离职了啊，行，怎么的都行。人生你想好就行，我觉得哪怕后悔了，你可以重新再开始啊。就怎么都行。头顶着太阳，现在会孤独吗？会，我现在会孤独，然后我就想说养一只猫吧，因为狗带不来啊，狗带不来，我就说想养只猫，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的风尘。再养一只猫，然后就主人数谈恋爱跟你精神寄托，谈恋爱，我其实我来北京这段时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不是很多很多，这个词儿有点太夸张了啊。来北京之后呢，其实也就通过聚会啊，然后见到了很多之前可能有一点好感的人。然后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心态可能发生了变化，就觉得都差点意思
啊，所以就是可能是你心底来讲的话，就不想谈恋爱了啊，就是你的孤独其实是来源于你现在太闲了啊，所以我会觉得说未来可能考试之后，可能是如果说能上学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忙碌一些，那就不会有孤独感。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说那个高铁不可以运输宠物吗？现在不是说狗运不过来，不是说这个，你要是运过来，我自己开车也能运过来，是我现在住的地方不方便养狗，明白吗？啊，我自己也有车，那我就把狗拉过来就好了呀。你也是闲了会焦虑，焦虑倒不一定，就是可能家里没有个活物啊，还是会觉得蛮奇怪的。因为养狗，我都养了7年的狗了，这个狗就不在身边，我就特别慌，家里没有个活物就特慌啊，是因为真的这狗7年啊，7年都没有离开过我，就第一次离开我，它属于。再养个别的，想养只猫嘛，不想养狗了，狗比较麻烦。对，想着说最近就是，去哪儿领养个猫啊，或者说别人家的猫我养一段时间也行，或者说我去小区里捡猫去，偷个猫回来。对。主播考什么考试？之前还挺喜欢赵雷的，然后最近就看他爆出来好多他那个什么，他抄袭之类的。我们正需要一场漂泊的雨，来重启这旧日的故。最近很爱黑屋，黑屋是什么呀？黑屋是什么？啊啊！黑屋。他们的晚风可以听一下，好呀。晚风是吧？不错。
和渔人玩弄那一朵浪花，是他最后的进攻。这词写的不一般。是我与晚风诉说情衷，晚风向来最是风流，去向每一个难言无声的怀中。这一刻晚风平等的四散在夜空，飞向宇宙，涌入太空，带着你的歌词一般，旋律可以。这一刻晚风，不懂的时间又匆匆，吹过遗憾，送来相逢，平淡又从容，倾诉窜动，和晚风一起歌颂。可惜了，这词他没有打磨，感觉啊，不是他写的。流年光阴成空，是我与晚风诉说情衷。欢迎来北京玩儿啊！我来北京不是玩儿。北京有啥玩的？你告诉我北京有啥玩的？当我拿起信笺，有伤透无尽的思念，希望坠落那一刻，我会记住这一切。或许你也有不舍，回头看了一眼，只是留下的亲吻，直到今天。你的礼物我留着，藏在抽屉最里面。你的习惯我记得，只是在恍惚之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喜欢你写的拜托拜托啊！我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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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一个 reader， 我就在读，我不会唱那个 rap， 对，不太会。但我看现在就是年轻人都喜欢听，我不行，我就是那个 reader， 就在读。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你牵着我的手看最新展出的油画，就我属于这种，好了，我不播了，我坐着有点累，我想躺着。拜拜吧你们，有机会再聊，拜拜。